大家好，欢迎光临露天电影院。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关于英国都铎王朝时期的剧集。本片讲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铁匠之子逆袭成为英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权臣的故事。本剧是根据希拉里·曼德尔的小说改编，完整还原了都铎王朝期间英国宫廷和上流社会的生活场景，以及贵族官僚们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的关系，是一部不容错过的好片儿。我们先来讲剧情。故事发生在1529年，时任英国国王的亨利八世与西班牙国王的女儿阿拉贡的凯瑟琳结婚20年，没有儿子。于是亨利八世向罗马教廷申请婚姻无效。负责此事的是约克郡大主教兼大法官的沃尔西，他想尽办法向罗马教廷申请，但罗马教廷迫于西班牙的压力屡次拒绝。僵持了2年之后，始终无法离婚的亨利八世把所有的怒火发在了沃尔西身上。1529年初冬，伦敦约克宫迎来了几位不速之客。夜色中，他们敲打着沉重的宫门，发出刺耳的响声。主教局促般地坐在主座上等待来客。2名公爵，一个是安妮的舅舅，一个是国王的挚友。他们以国王的口谕要求收回大法官的国玺，罢免他除约克主教以外所有的职务。就在主教不知所措之际，一个冷静的人走到他身边，耳语起来。这个人就是本剧的主角托马斯·克伦威尔，他现在的身份是主教的助手。经过克伦威尔的提醒，主教瞬间找到了处理窘境的办法。他提出，根据法律来说，2位公爵必须持有手谕才能收走国玺，而且国玺必须由自己亲手交给主事人才行，其他人没有资格代收。这个说法让公爵们傻了眼，他们只是按照国王的意思行事，根本没有想过程序上的事儿。而现在对方又是法律的专业人士，不好糊弄，2人只能满腹牢骚地返回了国王身边，重新按正规法律程序罢免主教。克伦威尔帮助主教成功化解了危机，但这只是暂时的。毕竟国王罢免主教的决定已下，他们必须抓紧时间收拾东西，安排住处。罢免意味着沃尔西在担任大法官期间积累的财富将被全部收缴，这个宫殿也将成为国王的情妇安妮·柏林的新住处。果然，第2天一大早，清查收没的卫兵就开始干活了。沃尔西主教狼狈地借了件披风，带着亲信们前往萨利郡的伊舍宫。其实主教的失事不仅仅是没有完成亨利八世交代的任务，还因为他在很久以前得罪了国王的情妇安妮·柏林。此事要从8年前讲起。当时安妮从法国回来，在一场宫廷舞会上与年轻贵族哈里·珀西一见钟情，随后便私定终身。这门婚事被沃尔西坚决反对，他把安妮的父亲老柏林喊来数落了一顿，认为这个婚约不仅打乱了把安妮嫁到爱尔兰去的安排，还话里话外嘲讽柏林家高攀了珀西家。老柏林狡辩道，是珀西家的男孩执意追求，自己看着这男孩一片痴心，所以才默许了。沃尔西马上嘲笑道，什么时候轮到小毛孩自己决定婚事了？然后威胁老柏林，如果他不解除这门婚约，那么自己就会把在北方戍边的珀西公爵叫回来，剥夺他儿子的地位和继承权。这一来，老柏林只能去拆散这对恋人。他怒气冲冲、骂骂咧咧地离开了。柏林家跟艾尔西主教的梁子也就此结下了。也是这个时候，干过律师和放债人的托马斯来到了大法官宅邸，想谋求一官半职。在老柏林走后，他被召唤了进去。身为铁匠的儿子，却能够在国外游历求学12年，掌握速记法，当过兵，还擅长拉丁文。如此夸赞的举荐信让主教很意外，而且同为平民的出身更让沃尔西主教产生了同病相怜的好感，于是他顺利地成了主教的手下。托马斯高兴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妻子，妻子不理解为何好好的律师不做，要去听命于人，更何况家里富庶，家产用人无数，根本不缺钱。但托马斯知道，再多的钱也不能给他一个体面的身份和地位。中产阶级在贵族眼中跟下等人毫无区别，哪怕沃尔西主教身边的随从都能随意地取笑他。早已看透这一切的托马斯充满了对身份地位的渴望。
托马斯的妻子名为丽兹，他还有2个女儿和1个儿子。儿子正在外地读书，每每收到儿子的家书，他都要向妻子抱怨儿子的拉丁文太差了。除此以外，他还有1个外甥理查德，还有养子拉夫，2个常伴左右的得力助手兼随从，随时带在身边，甚至在沃尔西主教召见时也不例外。大主教的秘书加德纳不失时机地出言羞辱托马斯，他不能接受一个身份低贱的人成为自己的同僚，而托马斯一笑置之。主教喜欢和托马斯一边玩牌一边聊起国王后继无人的事儿。亨利8世的哥哥亚瑟早亡，亨利被父亲要求娶了哥哥的遗孀凯瑟琳，以保全与西班牙的盟友关系。当时年方28的凯瑟琳美艳绝伦，跟亨利的新婚非常甜蜜，但多年来凯瑟琳的孩子不断夭折，只活下了1个女儿玛丽都铎。一心想要儿子的亨利看着日渐年老色衰的凯瑟琳，认为是自己娶了嫂子而受到的诅咒，于是决定废除婚姻。而此事则交给了沃尔西主教。沃尔西当时还只是担心凯瑟琳会迁怒于自己，于是开玩笑地表示，如果日后流落街头，可以依靠托马斯的牌技谋生。没想到一语成谶，安妮·柏林竟然成了亨利的情妇。她怀恨沃尔西曾经拆散自己的婚约，还想把自己远嫁爱尔兰的事儿借机说服国王撤销沃尔西大法官的职务。托马斯陪着主教日夜兼程地来到了避难所，一直强装镇定的主教终于颓然不振。他含泪与托马斯告别，奉劝托马斯离开自己才是明智之举。目前的处境已经回天乏术，主教曾经的手下都跑光了，连剩下的也在打算另谋出路。更有甚者，开始编排托马斯的谣言，借此报复主教曾经对托马斯的器重。托马斯去朋友家赴宴，恰巧新任大法官莫尔也在，气氛很尴尬。托马斯的平民出身很快又成了大家嘲笑的主题。新任大法官莫尔更是话题一转，落井下石地隶属沃尔西主教的种种劣行，垄断教会和法庭，贪腐无度，权欲熏心。托马斯毫不留情地怼脸揭露，这位新任大法官曾经在主教面前信誓旦旦地称，视权力金钱为粪土，对上帝的虔诚高于一切的人，扭头却在国王面前诋毁主教，堂而皇之地坐上大法官的位置，虚伪无耻的令人发指。这一来，气得新任大法官提前离席，晚宴也不欢而散。主教已经沦落到墙倒众人推的地步，仆人们议论着主教的失败是源于他日益膨胀的自信，但托马斯认为真正的原因是不该得罪安妮·柏林。永远不要小瞧一个女人，女人的温柔和美丽恰恰是她们最厉害的武器，只是这个武器是有时效的。其实这件事儿在1年半以前就有苗头，而且那时候是有机会改变这个结果的。当时圣罗马帝国皇帝率大军洗劫了罗马，控制了教皇，红衣主教们决定联合起来成立一个委员会，在教皇缺席时代理教会事务。沃尔西主教认为可以借此千载难逢的机会，让委员会通过亨利8世离婚一事，而此时安妮·柏林已经取代姐姐玛丽成为国王的新欢，这个女人可是对主教恨之入骨的。托马斯劝主教小心一些，但为离婚案操碎了心的主教丝毫没把这个提醒放在心上。他认为国王换女人就像换衣服一样，年底指不定就爱上别的女人了。托马斯接受了主教的判断。相对于天主教，托马斯其实更接受新教。私下他秘密参加新教教徒的聚会。16世纪正是英国著名的神学家兼语言学家威廉·廷戴尔把希腊文的圣经翻译成英文的时代。英文版的圣经将打破圣经只能由懂希腊文、希伯来语和拉丁语的教士以及主教来解释的局面。人人可以读懂圣经，人人可以在圣经中得到上帝的救赎，这意味着宗教将迎来重大的改革。这些新教徒的想法很简单，他们希望面见罗马教宗，表达革新意愿，从而得到一种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托马斯认为，至少现在的沃尔西主教对新教的态度是温和的，一旦惊扰了教宗，万一他授权一个极端保守主义的主教，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可这些幼稚的家伙根本听不进托马斯的建议。
宁可天真的把改革希望放在罗马教宗身上，完全不去想罗马教宗主持的整个欧洲天主教会绑定了多少宗教和王权的巨大利益。千年来，他们世代养尊处优，享受着神一般的特权和财富，怎么会愿意挥刀自宫呢？托马斯知道自己无法说服这些幼稚的理想主义者，他是一个理性的实干家，他会用自己的方式去实践另一条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托马斯的幸福家庭也在这一年遭到厄运，2个可爱的女儿和妻子忽然身染汗热病。这种病发病短暂而迅猛，从发病到死亡只需要1-2个小时，而且病患多数会在睡眠中死去。托马斯一夜之间就失去了所有家人、妻子、2个女儿，还有姐姐和姐夫，只有他自己和在外求学的儿子逃过一劫。痛失家人后，他想起姐姐和妻子生前曾希望他去看望多年不联系的父亲，现在没有任何理由推脱了。多年不见的老父亲依然对儿子很冷漠，话里话外全是抱怨，不论是生活还是儿子，甚至对儿子做了律师都是鄙视的。在他眼里，律师就是坑害老实人的骗子。托马斯不想争辩，父亲已经老了，他除了抱怨外，再也不能伤害自己。姐姐姐夫的去世让一直跟随在身边的侄儿成了孤儿，他希望跟着舅舅托马斯改姓克伦威尔。托马斯同意了，但他一定想不到，在这个侄儿的后代中将会出现一个名叫奥利弗·克伦威尔的护国公，而此人将会把英国国王送上断头台。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主教从法国回来后表示，成立宗教委员会解除婚姻的计划落空了，只能再考虑别的计划。而此时托马斯完全沉浸在家破人亡的痛苦之中，无法自拔。时间总是无情的快速流逝，有些人有些事儿一旦改变了，就永远也回不去了。托马斯从回忆中回到现实，这是沃尔西主教被贬3周以后，他决定带着约克宫的财产清单去给安妮·柏林，借此机会能为主教求情。但安妮根本不想放过主教。托马斯表示，老主教一直在为国王废除婚姻的事尽心尽力，他也是唯一真心并且有能力成全国王与安妮婚姻的人。但一番不卑不亢的解释换来的依旧是一句送客。托马斯只能无奈地离开。安妮的姐姐追上来赞赏道，很高兴看到有人能让妹妹有火无处发的憋屈模样。托马斯也就此询问安妮和国王的关系。玛丽毫不掩饰地直接告诉托马斯，妹妹欲擒故纵的手段玩得炉火纯青，至今还在用铜针吊着国王，王后之位是志在必得的。托马斯马上意识到，国王绝不会马上厌倦安妮，至少不会在把她扶成王后之前。老主教根本熬不过那么久。托马斯找到当时来收国玺的诺福克公爵，他对托马斯为主教支招的情景印象深刻。抄家时也曾想拉拢托马斯，现在托马斯找上门来，他很快就给安排了一个下议院议员的位置，而且给他安排了个面见国王的机会。但托马斯似乎对这个职位并不满意，这让公爵非常气愤。他警告托马斯先去想办法应付完国王再说，因为国王还没有忘记当年托马斯曾经公开反对国王意图出兵法国的事儿。托马斯表示自己现在依然很反对，气得公爵大骂了一个屠夫的儿子怎么会懂得荣耀。托马斯冷静地纠正道，是铁匠的儿子，而且荣耀是一回事儿，愚蠢的去打一场必输之战是另一回事儿。这下倒把公爵怼得没气了。其实托马斯说的没错，胜利才能彰显荣耀，失败只是自寻羞辱罢了。而公爵依然不依不饶地指责托马斯站错边了。托马斯冷静地说，面对选择，自己喜欢压在有实力的弱者一边，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赢面很小，可一旦赢了，赔率却是最大的。所以借此机会，希望公爵能够帮忙主教求情，让他回到老家去。公爵对这个出身低微却又聪明异常的家伙真是又爱又恨。他直接告诉托马斯，主教只有一条北上的流放之路，除此之外别无选择。离开公爵，托马斯路过法庭，想起4个月前沃尔西主教主持的至关重要的那次审判。
王后凯瑟琳当众诉说自己与国王亨利八世的初夜，自己奉献了童贞和经历了多次孩子夭折的痛苦。主教沃尔西局促紧张地希望身边的教皇使者能够裁决离婚。亨利八世站在门廊里，旁听着自己的房事被大庭广众议论，心情郁结，脸色阴沉。这是托马斯第一次近距离见到亨利八世。而现在，亨利八世屏退大臣，独自穿过花园来到面前。托马斯开口就为沃尔西主教求情，但国王马上转移话题，提起当年托马斯反战一事，重复着托马斯当年说过的话，而且越说越气。没想到天子盛怒之下，眼前这个出身低微的家伙竟然没被吓得跪地求饶，或者矢口否认，反而一脸微笑的全部都承认，还轻松地开起了玩笑。这让亨利八世直接气愣了。托马斯平静地解释道，打仗的目的是为了赢。1522年的这次进攻法国明显补给不足，而且国内反对征税的呼声很高。如果一定要打，只会落得内忧外患的局面，所以自己反对。这个不卑不亢的态度让亨利八世觉得眼前这个人不容小觑。他不仅内心强大，而且冷静理性。这种人如果能为自己所用，该是不错的选择。想到这儿，亨利八世不再生气了，而是轻描淡写地告诉托马斯，很多人都不喜欢他，说他不是个好人。托马斯回敬道，好或不好，国王陛下自有判断。这马屁拍得国王很舒服，于是亨利八世笑着转身离开。好的，狼听第1集就介绍到这里。本集内容很多，而且很多历史事件以及隐含的人物事件，我尽可能的查询资料补充完整，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本剧主要是讲托马斯·克伦威尔从一个铁匠之子一步步爬上高位的过程。他是英国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的杰出政治家，辅佐亨利八世10年。他主持草拟的至尊法案，使英国摆脱罗马教廷的束缚，成为具有独立主权的新型君主国家。他推动威廉·廷戴尔所翻译的英语圣经在英国合法出版，从而让新教在英国落地生根。他解散修道院，拍卖其土地，不仅充实了国库，还变相扩大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实力，为未来的资产阶级革命奠定了基础。总之，托马斯·克伦威尔是英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一个人物，他的故事也是非常精彩的一个人生。好的，谢谢大家光临露天电影院，欢迎大家点赞关注，并在留言区与我们交流互动，我们下集见。